一场地震让我年仅10岁的女儿死在了游乐场，而他最爱的父亲周意涵却护着别的女人逃向安全的地方。他不知道，他的亲生女儿就被砸死在了他们的身后。死前，他还饱含希望地对他喊着：“爸爸，救我！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艾雪找上门的时候，我正准备送女儿去上学。她身材苗条，从手机相册里调出来一段视频，在我面前点了播放。视频里的画面看起来是在酒吧的包间，周围一片欢呼起哄声中，我的丈夫周意涵双手捧着我面前的这个女孩的脸颊亲吻，神情虔诚，是我和周意涵结婚几年来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，似乎是在亲吻一件至宝。我大脑嗡的一声，心里也像是被人瞬间捅了千万级刀子，钻心刺骨的疼。女儿拉着我的手，好奇地踮脚要看，我回过神来，连忙捂住她的眼睛，将她往我身后带。她小声地问我：“妈妈，这个阿姨是谁呀？我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呀？”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艾雪，周意涵的前女友，也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人。艾雪收走了手机，双手抱臂，好整以暇地打量着我。也许是我的脸色过于苍白，过于难看，艾雪突然嗤笑，满眼讥讽地又在我身后的女儿身上扫了眼。她声音淡淡，带着倨傲：“周太太，我们谈谈。”挑衅的意味十足。我闭了闭眼，努力压下心头的翻江倒海，使自己镇定下来，不在他面前露怯。他是爸爸的一个朋友，没事的。我低头摸摸女儿的头，轻声安慰她：“你先回房间，妈妈和这位阿姨说点事，说完了就送你去上学。”“好，那妈妈要快一点哦。”女儿回房间后，艾雪开门见山：“我怀孕了，周意涵的。我今天过来是要你和她离婚。”我和周意涵是相亲认识的，第一次见面，双方对彼此都很满意。紧接着见家长，订婚、结婚，一切都十分顺利。婚后，我和周意涵相敬如宾，感情不算太好，但也算不上太差。小火慢炖，温温和和，不争不吵，从来也没闹红过脸。朋友们都说我婚姻幸福，没有什么烦人的家长里短。后来有次聚会，他的朋友提起艾雪，正在笑着和旁人敬酒的周意涵突然沉默下来，眼里是我看不懂的悲伤。众人看了眼坐在他旁边的我，尴尬陪笑岔过去这茬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他有个一直放在心上的白月光前女友，叫艾雪。他们从高中在一起，谈了7年，大学毕业后却被周家二老给拆散，然后周意涵被迫相亲，娶了我。当天晚上，我偷看了周意涵的手机，在他的相册里，满满当当的全是他和艾雪的合照，牵手的、拥抱的，一起爬山，站在石碑前纪念的，刺痛了我的双眼。那是我和周意涵第一次吵架，我发了疯一样让他删掉手机里所有和艾雪有关的东西，他红着眼骂我是泼妇，让我滚出家门。为了伤害对方，我们用尽了这世界所有最难听的字眼，却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。那天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冷战，直到第2年女儿出生，周意涵红着眼眶来到我的病床前，当着我的面删了所有和艾雪有关的内容，我们的关系才慢慢缓和。女儿是个小天使，乖巧又可爱，从一出生就给家里添了许多欢声笑语。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几乎让我忘了艾雪的存在。而现在，艾雪的出现给了我当头棒喝，提醒着我这过去11年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
原来都只是大梦一场。梦醒了，我和我的女儿又该何去何从？离婚，我攥紧拳，同样讥讽地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扫过一眼。你也知道，你肚子里的那个是个见不上台面的野种啊！你，艾雪气急，扬手向我挥来。我抬手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甩开，滚！艾雪气急败坏地离开，临走前在楼梯间停了下，挑衅地看着我：“安之意，你占了一涵11年，如果还想给自己留点面子，就别纠缠他了。我的孩子也需要一个父亲，你猜猜看，一涵会更看重我肚子里的这个骨肉，还是会更爱你的那个女儿？”我愣在原地很久，以至于连门都忘了关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女儿清脆带着关怀的声音响起，我这才发觉自己竟然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。妈妈没事，我擦擦眼泪，勉强扯了扯唇角，蹲在女儿面前摸摸她的头。书包收拾好了吗？女儿认真地点点头，伸出来小手帮我擦眼泪。妈妈别哭了，我在学校也会好好学习的。真乖。今天是女儿上3年级第1天，老师把全班同学的家长们都请来开家长会。别的同学都是一家3口其乐融融坐在一起，只有我和女儿坐在最后一排，身边留着一个空位，那是给周一涵的。女儿昨晚欢天喜地地抱着新书包来卧室提醒我们的时候，特意拉着周一涵的手撒娇：“爸爸，你别忘了哦，明天要和妈妈一起来参加我的家长会，老师要给我发上学期期末的奖状呢。”周一涵笑着说好。尽管从女儿上学以来，她的家长会她一次也没来参加过，果不其然，今天也没来。女儿脸上的笑和期待渐渐被失落取代。她上讲台领奖状的时候，那双清澈的琥珀一样的眼睛蓄着泪，仿佛随时都会哭出来一样。我正举起手机给女儿拍照，周一涵的消息弹出来：“今天公司忙，莹莹的家长会我就不去了，你替我好好安慰安慰她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又想起来艾雪今天走之前对我说的那番话。下一秒，一条彩信发进来，照片里的场景是在医院的妇产科，周一涵温柔地蹲在艾雪面前，侧过脸贴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安之意，一涵现在在陪我产检。女儿红着眼眶，在其他同学和家长们异样的眼神中扑进我怀里，我连忙摁灭手机。回去的路上，女儿紧咬着下唇，一言不发，空着的那只手紧紧捏着奖状，直到睡觉前才肯撒手。周一涵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他越过我，俯身在女儿脸颊亲了亲，给她掖好被子，起身对我说：“之意，你今天辛苦了。”他的眼神太过温柔，像一汪清泉。如果今天艾雪没找上门来，我可能真的会沉溺在这片温柔里。我垂眸避开他的眼神：“周一涵，我们出去谈谈。”他回头看了眼还在熟睡中的女儿，眼里一闪而过诧异，点点头。我跟着周一涵出去，他随手带上门。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，莹莹跟我走。周一涵眼中一闪而过挣扎，拧眉道：“之意，你别闹了。”我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周一涵，我紧盯着他，一字一顿：“你和艾雪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周一涵僵住，各种情绪轮番在那张脸上上演，不可置信、心虚、生气，最后变成不耐烦。这件事以后再说，莹莹现在还小，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以后再说，又是这样。凡是提及艾雪的事，她除了生气就是逃避，没有以后了。我纹丝不动，微微提高了声音：“周一涵，
离婚这件事没得商量，莹莹跟我。周意涵张了张嘴，她还没出声，女儿突然冲了出来，张开手臂挡在我和周意涵中间，气呼呼地瞪着我。不行，妈妈，你不许和爸爸离婚。我心头一跳，女儿的出现让我心乱如麻，我尽量缓和了脸色，去拉女儿的手。莹莹听话，你先去睡觉好不好？不好！女儿一把甩开我的手，大声冲我喊：妈妈不要爸爸了，妈妈是坏妈妈。我不要听坏妈妈的话。她眼里挂着泪，沿着眼角直往下流，看得我心疼。我赶紧蹲下，想要将女儿抱进怀里。莹莹，你听妈妈说，就算妈妈和爸爸离婚了，爸爸也还是会经常来看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女儿猛地用力推开我，哭得更凶了。妈妈是坏妈妈，我不要和妈妈走，我讨厌妈妈，妈妈不要爸爸了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坏的妈妈。我无措地看着扑到周意涵怀里的女儿，心头钝痛不止，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凌迟在我的心脏上一样。周意涵拍着女儿的背，温声安抚她：莹莹乖，不哭了不哭了，爸爸明天休息，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？他对女儿出乎意料的有耐心，女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，只是双手还紧紧抱着周意涵的脖子，不停地哽咽着。我伸手要去碰她，女儿却猛抓住我的手，狠狠地咬了下去。曾经黏腻腻的缠着我叫妈妈的女儿，此刻看向我的眼神却像看仇人一样。这种心理上带来的剧痛，远比身体上带来的疼痛更让人窒息。最后还是周意涵从女儿的口中解救下来我的手，手背上一口牙印，血淋淋的。坏妈妈走开！我讨厌死坏妈妈了。如果妈妈真的要和爸爸离婚的话，我要和爸爸走。周意涵抱着女儿站起身，拧眉扫了我一眼，眼底的挑衅显而易见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之意，那我成全你。但是莹莹的选择你也看到了，她必须跟我走。我闭了闭眼，将眼泪憋回去。即使此刻心乱如麻，可离婚这件事，我不能回头。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，我掐着掌心颤抖点头，好。她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决绝，脸色变了几变，咬着牙放话：安之意，你别后悔。离婚程序走得很快，为了尽快逃离这场让我疲惫不堪的婚姻，我选择了财产对半，女儿跟了周意涵。领离婚证那天，女儿也跟了过来。莹莹，妈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豆。我蹲下，在她面前，从包里拿出来特意准备的一盒巧克力豆，伸手给她。我不要！女儿啪地打掉我的手。巧克力豆被打翻在地，滚落的到处都是。女儿愤恨地在巧克力豆包装盒上踩了一脚。坏妈妈！我最讨厌坏妈妈了。莹莹！周意涵皱眉吼了女儿一声，拦住了她的动作。她弯腰扶我，对上她隐隐心疼的目光，我只觉得恶心。甩开她的手，我自己站起了身。她扯了扯唇角，牵上女儿的手：莹莹，我以后会照顾好的，你多保重。说完，她牵着女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看着女儿越渐模糊的身影，我攥紧了手里的离婚证，心如刀绞。在决心离婚的时候，我就在女儿的学校附近租了套小公寓，房间不大，但胜在离女儿近。离婚的第5天，我忙着重新找工作，投入社会，而周意涵则罕见地发了一条朋友圈，2张配图，一张是结婚证，另一张是他拉着女儿的手并排和艾雪站在一起的婚纱照。评论里是清一色的祝福喝彩，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了他们才是真正幸福的一家3口。他们的幸福却让我落泪。
我颤抖着手放大了那张照片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，尤其是女儿，她有2个小酒窝，一笑，两边脸颊就浅浅地凹陷下去，十分可爱。我的女儿在别人的家庭里笑得这样开心，而我这个妈妈却已经有5天没见到我的女儿了。我看着时间去超市买了些女儿以前爱吃的零食，准时到学校接她放学。学校门口等了不少家长，有认识我的好奇地凑过来跟我打听八卦，我一一躲开。放学铃响起，孩子们欢快地从大门鱼贯而出，我整颗心都提溜起，翘首寻找着女儿的身影，终于在人群的一角看见女儿小小的身影。她背着粉色的书包，跑到门口的时候两眼一亮，冲我张开双臂。我心头微喜，松了口气，慌忙大步走过去，身边却擦过一个身影。艾雪从我身边走过，弯腰张开双臂，女儿欣喜地扑进她的怀里。阿姨，我放学了。真好。艾雪温柔地摸摸女儿的头。那我们莹莹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乖乖学习呢？当然有的，我今天也有乖乖听老师的话哦。真棒！我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过一样，怔愣地看着我的女儿扑进艾雪的怀里，又开心地被她送上车。原来才这么几天，女儿就接受了艾雪呀！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脑子里满是女儿那张小脸。我想不明白，那么粘人，那么爱对我撒娇的女儿，怎么会转眼间就离我而去了呢？安之意，艾雪的声音让我微微回过神。她微抬着下巴，笑意盈盈地向我走来，眼里满是挑衅的意味。怎么办呢，安之意？你的那个野种，以后就要叫我妈妈了呢？我没忍住，怒火攻上心头，啪地甩了他一耳光。安之意，你在干什么？车门被推开，周意涵从车上跳下来，冲过来将艾雪护到身后，冷睨着我。小雪还怀着孕。艾雪躲在他身后，冲我得意地笑着，娇声道：“我没事的。”意涵，之意肯定也是太想莹莹了，接受不了莹莹和我在一起，一时生气也正常。你别替他说话了，再怎么样，他也不应该打你。周意涵轻声安抚他，抬头再看我时，眸底一片冰霜。安之意，你赶紧给小雪道歉。我几乎被气笑了，反手又甩了他一耳光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这一巴掌是给你的，要我和他道歉，不可能。”你……艾雪扯了扯周意涵的衣袖：“好了好了，意涵，这么多人还看着呢，你别和他计较了。”这是在校门口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不少人听到动静往这里看来，窃窃私语。看不出来，周莹莹妈妈居然是这种泼妇，难怪她老公要跟她离婚。听说她女儿也讨厌她，难怪离婚要跟爸爸呢，真是活该。艾雪的话让周意涵缓和了脸色，抬手揉了揉肿起的脸颊，扶着她往车上走。我却看见他们拉开车门时，女儿趴在窗户上，眼泪模糊的小脸。她紧咬着下唇，眼眶通红。见我看来，又狠狠地别开脸。我不在乎周围人说什么，也不在乎周意涵怎么对我。可我的女儿，我辛苦养大，捧在手心的女儿，却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。他们开着车，一家3口扬长而去。我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，像个小丑一样蹲在地上，抱紧了自己，蜷缩着痛哭出声。再次收到关于女儿的消息时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生活，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。是女儿班主任打过来的电话：“你好，你是周莹莹的妈妈吗？周莹莹在学校和同学打架了。”一听到这话，我来不及了解原因，赶紧请了假，匆匆赶过去。办公室里一片哭声。
和女儿打架的是2个小男生，个子都比女儿要高出1个头，但脸上都挂着彩，胳膊上也被咬出来带血的牙印，被各自的家长抱着嚎啕大哭。我赶紧把女儿从上到下摸索了一遍，看到她没受伤，只是头发凌乱了些，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不好意思，王老师，我来晚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抱歉地对王老师笑笑，伸手去拉女儿，却被他猛地甩开。女儿眼眶里都是泪，倔强地咬着下唇后退半步，不看我。下一秒，艾雪踩着高跟鞋进来办公室，女儿径直躲到她身后。艾阿姨。王老师狐疑地看着我和艾雪。艾雪礼貌地笑笑，转头对王老师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王老师，莹莹给您添麻烦了。她爸爸公司忙，我就替她过来道歉。您放心，今天这件事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”艾雪拉着女儿的手和老师家长们交谈，看着女儿倔强的背影，我仿佛一个插不进话的小丑，只能黯然退场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周意涵打过来的电话，可电话的另一头一直没说话。我问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我隐约听见微不可察的抽噎声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几乎是颤抖着开口：“莹莹，是你吗？”可电话却直接挂断了。我心急火燎地回拨过去，却听到周意涵冷淡的声音：“没事，刚才误触了。”瞬间浇灭了我的心。日子照常过着，我每天加班加点，试图让身体上的劳累取代心理上的痛苦。我的生活渐渐被拉回正轨，也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顾朝暮。顾朝暮是个心理医生，这次在游乐场的约会是我们的第3次见面，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周意涵。他揽着艾雪的腰，排队在等摩天轮。1个月没见，艾雪的小腹比之前更大了些。她靠在周意涵的怀里，笑得娇媚，和周意涵站在一起，俨然是一对般配恩爱的新婚夫妇。但是在他们身边，我没看到女儿的身影，这让我心里不安。明明我记得，在我和周意涵离婚之后，她发的那些朋友圈里晒的都是一家3口的幸福日常，这实在有些反常。顾朝暮去买票的时候，我径直走到周意涵的面前，见到我，艾雪有些诧异，随即又笑着往周意涵的怀里缩了缩，挑衅地看我：“好巧啊，之意，你也在这里，一个人来的吗？我女儿呢？”我没搭理他，直接质问周意涵：“你跟他出来2人世界，把莹莹一个人丢在家？”他在补课班上课。周意涵眼眸颤了颤，他抬手掐了掐眉心，他看着我，沉沉地叹了口气：“之意，莹莹我照顾得很好，你不用这么担心。”我抿唇，不置可否。之意，原来你在这里。顾朝暮在这里走来，笑着将刚买的遮阳帽给我戴上。今天太阳大，我刚才排队刚好看见这个，觉得适合你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周意涵拽着手腕一把拉开：“把手拿开，别碰他。”顾朝暮被拉了个趔趄，但还是尽力保持着情绪稳定：“这位是？”“我是她老公。”周意涵下意识开口，我忙打断他：“前夫。他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前夫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周意涵的脸上闪过一丝崩裂，他怀里的艾雪也有一瞬间白了脸。我一时恍惚，脑海中又想起来结婚第3年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我一个人在被人搭讪时被他撞见，他也是这样下意识地将那人拉开，脱口而出一句：“我是她老公。”我那时还年轻，以为他是真的爱我，才会连这种飞醋都吃。但是现在想想，这未必是爱，不过是他身为男人的可笑自尊罢了。艾雪小幅度扯了扯周意涵的袖子：“
周意涵似乎浑然不觉，他拧眉看向我：“安之意，你可真厉害！我们离婚才1个月，你就有新人了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和他交往，那也没你厉害，还没离婚就搞大了别人的肚子。周意涵，请你记住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”我冷声打断他的话，扫了眼他怀里的艾雪。艾雪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啊，看到他不快活，我就快活多了。我扯扯唇角，没再说话，拉着顾朝暮就离开了。坐上摩天轮的时候，顾朝暮凝神盯着我看了很久。我被他看得脸颊发烫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他笑得眉眼弯弯。我在想，你的女儿一定像你一样，很可爱。提到女儿，我心里无限柔软，也涌起些悲伤。女儿她确实是个小天使，只不过现在我的这个小天使，她在生我的气。我抿唇笑笑，转过身去看窗外。摩天轮转到最高点，视野也无限宽阔。我享受着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视线却突然聚焦在冰淇淋车旁边的一个身影。小小的，穿着粉丝的公主裙，梳着2个羊尾辫，好像我的女儿。在看什么？顾朝暮突然坐过来，让我有些分神。我刚刚好像看见我女儿了，然而等我再次往窗外看时，那个身影却消失了。摩天轮转到最低点，门被打开，顾朝暮拉着我去拍旋转木马的队，我下意识就往冰淇淋车的方向看去。人来人往，却没有那个小小的身影。顾朝暮安慰我说：“也许只是看错了，别担心。”然而他话刚落，脚下的土地晃了下，我和他的手机同时震动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地震警报声。地动山摇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尖叫声，惊恐地向四处逃散。地震了！地震了！顾朝暮拉着我往外跑，之意，快，我们到空地去躲一下。我赶紧跟着他的脚步，可那个粉色的小小身影却一点点在脑海中不断强化。不安的感觉像一团阴霾，浓重地笼罩在我的心里。小心！一只木马松动，滚了下来。我被顾朝暮扑倒在地，身上没受大伤，但左脚还是被木马重重地砸到，痛意传到大脑，让我两眼发黑。之意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摇摇头，咬紧牙关，将左腿从木马下抽出来。我没事的，你别管我了，朝暮，你先逃，我要去找人，我要去确认那个身影到底是不是我女儿。顾朝暮没说话，只是固执地扶起我，然后拽着我的手陪着我四处寻找。地面持续剧烈摇晃，人群惊慌拥挤。我和顾朝暮险些被人群冲散，最后在逃生空地的人群中看见了周意涵。艾雪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，她神色担忧，正在安慰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安全了。”我拖着受伤的左脚，趔趄地挤开人群走过去，抓着她的胳膊质问她：“周意涵，莹莹，你确定莹莹今天去补课班了吗？”我刚才好像看见她了。艾雪捂着小腹，低声道：“意涵，我肚子疼。之意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”周意涵烦躁地甩开我，将艾雪抱得更紧了些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莹莹今天去了补课班，补课班的老师会负责学生的安全。小雪现在肚子不舒服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我紧抓着她的袖子不放。我求求你了，周意涵，你就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？只需要确定莹莹是平安无事的，我就不纠缠你了。也许是我的错觉，喧闹尖叫声不断的游乐场中，我却仿佛听到了女儿的声音：“爸爸，救我！”下一秒，摩天轮倒塌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这样的灾难场景
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。艾雪捂着肚子，白着脸往周意涵怀里缩。意涵，我好怕。顾朝暮揽着我的肩膀，安抚着让我别害怕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此刻仿佛听不见周围的声音一般，脑子里只有女儿的声音。这一刻，我心里的不安升腾到了极点。我颤抖着拉住周意涵的袖子，央求：“周意涵，你把补课班老师电话给我，我自己去确认。”周意涵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不对劲，他沉默片刻，终于拿出手机，开了免提：“王老师，你好，我是周莹莹的爸爸，请问孩子们都还好吗？莹莹怎么样了？是周先生啊，孩子们都平安无事。”我和周意涵同时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下一秒，王老师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不过，周莹莹同学今天没有来上课，我本来想课后再跟您联系的。”周意涵愣住，手机没握稳，啪嗒掉在地上。他脸上闪过慌乱，慌忙捡起手机：“不是这样，肯定是王老师弄错了。之意，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再给他打个电话。”王老师那边一片忙音。我猛地想起刚才在摩天轮上面看见的那个身影。地震也在这时卷土重来，我没站稳，再次摔在地上。人群喧嚷，顾朝暮和周意涵同时将我护在中间，可我整个人如同濒死一般，呼吸都困难了。地震很快过去，顾朝暮让我蹲在原地休息，等着救护人员过来。但我等不了了，挣开他的手，跌跌撞撞地从人群中挤出去，向冰淇淋车跑去。四周一片废墟，游乐设施东倒西歪。越接近冰淇淋车，我的心越控制不住颤抖。周意涵冲了过来，拽住我的手：“安之意，你疯了吗？你快回去，地震还没过去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快回去。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女儿，我刚才看见了她就在这里。之意，你听我说。”周意涵拽着我不肯放手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担忧：“你回去，我去找莹莹。”顾朝暮也冲了过来，周意涵将我推向他：“你照顾好她，我去找莹莹。”我这时也才看到，艾雪白着脸跌坐在地上，痛苦地捂着肚子，两腿间都是血。周意涵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最后狠心别过头，抬脚向冰淇淋车走去。顾朝暮拉着我，劝道：“之意，我们先回去好不好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会没命的。可是我的女儿她在这里，她没有爸爸和妈妈保护，她会害怕的，我害怕的要哭了。”我受伤的腿似乎失去了知觉，我感觉不到疼痛，只在一片废墟中四处翻找。顾朝暮拦不住我，只能陪我一起。然而我找了很久，也没看见女儿的身影，只能听见有被压在废墟里的人的凄惨的哭声和求救声。如果被压在这里面的是我的女儿，她该有多害怕呀！她明明很怕黑的。我一颗心仿佛被切成了两半，既害怕找不到她，又害怕真的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她。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耳边从哭喊声变成了救护车、警车的警笛声，直到天都黑了，有人一把拉住我的手臂，逼着我停了下来。我麻木地转头，看到了周意涵那张绝望到惨白的脸。之意，莹莹她找到了她的尸体在医院。轰！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了，顾朝暮坐在我身边，神情担忧。莹莹她，之意，你节哀顺变。我的心猛地跌进谷底，脑海中又想起女儿从前的种种。在讲台上，因为成绩优异领到奖状时，牵着我的手陪我逛街时，以及我生病时，他小大人一般的抱着我说：“
痛痛飞飞，不要折磨妈妈了，你来找我吧，我不怕你。我的世界破破烂烂，却总有女儿在缝缝补补。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。顾朝暮耐不住我的央求，还是带我去了太平间。周意涵也在，他跪在一张小床旁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对不起，莹莹，是爸爸的错，是爸爸没有照顾好你。我抿唇走过去，伸手想去拉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，动作却又悬停在半空中，手臂颤抖，最终还是拉开白布。女儿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粉红色的公主裙，我记得那是她今年生日，我和周意涵给她买的生日礼物。她那张小脸脏兮兮的，只有眼角的泪痕被划出不一样的肤色。听顾朝暮说，女儿是在摩天轮下面被发现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气息了。我的女儿，她才10岁，她一个人被压在摩天轮下面，肯定很害怕的吧？我无力地闭着眼，低头贴贴女儿的额头，不怕不怕了，莹莹，妈妈在这里。出院那天是顾朝暮来接的我，我住院的这段时间，他帮我安排好了莹莹的葬礼。葬礼上周意涵也在，一段时间没见，他消沉了许多，眼窝深深凹陷，颓靡沧桑，眼神也暗淡无光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赶紧走到我面前，不等他开口，我扬手就给了他2耳光，声音哽咽：“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怎么还有脸出现？你说你会照顾好他的，你说过的。”周意涵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莹莹她才10岁，她才10岁啊！周意涵，周意涵的脸都被我打偏了，紧抿着唇，不敢看我，也不敢说话。我捂着脸，哭得直不起腰。是我错了，我怎么会相信你？我怎么会把莹莹交给你？他沉默地弯腰，将手里的花放到女儿的墓碑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之意。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对不起能让我的莹莹活过来吗？”周意涵，你滚！你给我从女儿面前滚啊你！顾朝暮搂着我，轻声安抚我，这就让她走，你别哭了，莹莹看到你哭，她也会难过的。听到女儿的名字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头狠狠埋在她的怀里，哭得肝肠寸断。葬礼过后，我去周意涵家里领女儿的遗物，艾雪也在，她的肚子更大了，只是脸色白得难看。我妈告诉我，那天地震后，艾雪的孩子虽然保住了，但周意涵铁了心要跟她离婚。邻居每天都能听到艾雪歇斯底里的怒骂声，不过这都与我无关了。我没再看她一眼，径直走到客厅，墙上是女儿那张明媚的笑脸，被永久定格为黑白色的照片。周意涵安静地带我进去女儿的房间，收拾遗物。房间很干净，女儿一向有很好的整理习惯。我抽开女儿衣柜下面的抽屉，那里放着一叠厚厚的奖状和荣誉证书。周意涵苦涩地笑笑，原来莹莹以前还拿过这么多奖，我居然不知道。她当然不知道了，因为女儿每一次被颁奖的家长会，她从来都没参加过，所以她把所有的奖状都整理在一起，说要给爸爸看，还说爸爸看了一定会夸她聪明。只是这些话我不会替女儿说，她也不配听到了。将女儿的遗物都收好，我抱着箱子下楼。周意涵在门口等我，她说：“之意，让我送你吧。”她语气带着讨好，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哀求。我转头看见艾雪隐忍又痛苦的表情，仿佛看见了过去的我。真可笑，曾经我求而不得的东西，如今再看只觉得恶心。我径直走到大门前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开口：“不需要。”周意涵，竟然莹莹死的时候，
你只顾着保护艾雪。以后我也不希望你再出现在我和莹莹的面前。你就抱着拿莹莹的命换来的这母子俩，好好过下去吧。”看着他瞬间血色消失殆尽的脸，我扯扯唇角，擦身而过，再也没回头。回到自己的出租屋，我坐在沙发上，重新又捧起那叠厚厚的奖状，细细翻看，一张又一张，每一张的边缘都被拽出来皱痕迹，最后虽然又被抚平，但是皱痕还是存在。我将它们一一放到一边，拿到第9张奖状时，上面放着一个牛皮纸小信封，信封上用稚气的笔触写着：“给妈妈的信，亲爱的妈妈，我好想你呀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不要爸爸，还欺负艾阿姨，我以为你是坏妈妈。妈妈，你不是坏妈妈，艾阿姨才是坏阿姨。昨天我和同学打架，晚上回家，听见艾阿姨和爸爸吵架了。爸爸说，如果不是他和他肚子里的弟弟，你也不会和爸爸离婚，我也不会没人管，和别人打架。艾阿姨说我就是个野孩子，本来就没家教，才会和别的小朋友打架。我特别难过，就偷偷拿了爸爸的手机给你打电话。妈妈，我真的好想你呀，我好想听听你的声音啊，想听你给我讲童话故事，唱摇篮曲。但是我担心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也在生爸爸的气。我就想，如果我能努力赶走坏阿姨，你和爸爸是不是又可以重新在一起了？那我就又可以同时拥有爸爸和妈妈了，根本就不会像小刚说的那样，是没人要的野孩子。妈妈，你等等我好不好？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我会带着爸爸一起接你回家的。妈妈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。你不是坏妈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但是我是坏孩子，我让妈妈难过了。妈妈，你能不能不生我的气了呀？如果我没有带回爸爸，那我一定选择跟妈妈一起生活。哪怕没有爸爸，我也希望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妈妈。信上稚嫩的文字，一字一句戳着我的心，让我跪倒在地，痛不欲生。我的莹莹，原来她早就不再生我的气了。是我把她留在了那个家里，是我没有坚持把她带走，是我的错。我的女儿那么难过，我怎么会没有察觉到？我将信紧紧地捂在胸口前，抱着自己泣不成声。周意涵又来找过我一次，他挡在门口，伸手拦住我的去路，眼眶通红，之意莹莹的事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已经和艾雪离婚了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补偿你。他言辞恳切，温柔中带着悲痛。如今再看到他这张脸，曾经的爱全化成了深深的厌恶。你离婚还是复婚，都与我无关，我更不需要你所谓的补偿，除非你能还我女儿的命。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，你说你希望她的未来荧光璀璨，无限光明，所以叫周莹莹。但是你从未出席过她璀璨的时刻，却亲手扼杀了她的未来。周意涵愣在当场，拦在我面前的手臂也松懈了下来。莹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再次拥有回那个完整的家。周意涵，你让她到死都带着遗憾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我径直绕过她离开。楼下停了辆车，顾朝暮下车替我拉开车门，又抬手轻抚我的眼尾，擦去了险些滴落的眼泪。我对她笑笑，谢谢。女儿说，希望我是世上最幸福快乐的妈妈，我不会被周意涵困囿于过去，我会像她希望的那样，好好努力地活出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